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高和守光 Vlog 旅记。今天这期影片除了介绍银山温泉之外呢，还会有完整的订房攻略，针对7间热门旅馆逐一分析地理位置及各项特点评比，帮助选择困难的你找出最适合的一间哦。也会带大家一起开箱我们住的古式奇屋别馆，虽然非常舒适漂亮，但有2个小重点，会不建议部分旅客来住。哪2个呢？这个我们留在后面详细说明。提到银山温泉，相信是许多人到日本旅游列为必访的口袋名单之一。不管是远离城市的世外桃源感，充满大正浪漫的复古建筑，冬天大雪落尽后盖满厚白霜雪的遗世绝景，这些都是世界各地旅客远道而来想一睹风采的契机。许多人都看过宫崎骏的《神隐少女》，千寻在汤婆婆的日式汤屋经历各种奇幻冒险，据说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这里。1980年代，具高知名度的阿信电视剧，也因为在银山温泉能登屋进行拍摄，让世人再度将目光聚焦在这个被遗忘的旷野仙境之上。那位于山形县尾花泽市的银山温泉，当初是怎么成型的呢？追溯到500年前，当时在银山川附近发现银矿，矿工采矿时又发现了温泉，便作为矿工的休息场所。后来矿场关闭，多年后一场洪水冲毁了当时的温泉街。1920年代，在各界努力之下，才重建了现在的银山温泉。短短一条老街，单程约400公尺，旅馆数量着实不多，旺季订房总是一房难求。我们精选了7间特色旅馆，并制作地理位置图来跟各位分析。这张是银山温泉的简易地图，范围从左侧最外围的银山庄至右侧最里面的白银瀑布，而最多人拍照的老街精华范围，其实只有在图表中央浅绿底色的区域。我们先看最左边的银山庄。第一，它建筑新颖现代，空间宽敞；第二，露天温泉里还有超棒的清汤，泡汤体验最舒适；第三，房间数是当地最多，相对最容易订到。以上3点是它的最大优势，但要特别注意，它并不在老街上哦，距离约250公尺。若在雪季前往，地上湿滑，加上部分斜坡，有带长辈或小孩需注意脚步。我们跟着原标来到白银桥，这是步入老街的起点。过了和乐足汤与野川豆腐屋，就会看到外观有着精美浮雕的古山阁本馆，它是街上最古色古香的老字号。顶楼的露天浴池景观非常棒，保留了木造的古民家风貌。但如果是很注重隔音与保暖的旅客，则会建议评估其他的选择。再往前走是风格截然不同的藤屋，由知名建筑师隈研吾所设计，外观充满现代感与木造交错的线条，堪称老街上最有设计感的代表。全馆只有8间客房，隐私性极高，还提供5种私人汤屋可以包场，但价格也是全温泉街最顶级的，适合预算充足、喜欢极简风的旅客。接着是我们这次入住的古式奇屋别馆，位在温泉街中段绝佳的面河第1排，推开窗就能拍到最美的雪景桥与煤气灯，完整保留大正浪漫的古民家风情。比对价格与地点，是拥有最佳 CP 值的选择。回顾开头提到的2个小重点：第一，部分房型没有预测，只有洗手台，如果对此有高度需求的旅客就比较不适合。第二点，馆内的公共浴池非常小，最多只能容纳6人，虽然可以步行到银山庄使用，但晚上11点泡完，要在低温雪地中步行返回，会感到稍不方便。接着来到街区中心的古式奇屋，这间在2022年重新整修过，融合了复古与现代时髦的风格，可以体验最大正浪漫的怀旧气氛。住客同样能去银山庄泡汤，但房间偏小，隔音稍弱。如果想住在老街又希望设备现代，这间是不错的折中选择。然后是银山温泉最具代表性的地标，最神隐少女氛围的能登屋旅馆，它是国家登录的有形文化财，门口虹桥更是必拍的打卡点，更有视野极佳的露天展望风旅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真的超级难订，而且馆内保留历史格局，阶梯比较多，若带长辈同行，走动起来会比较吃力。最后一间是位于高处的龙剑馆，它不在热闹的温泉街上，而是隐身在后方的白银瀑布旁。房间与温泉都能直接欣赏到瀑布美景，可说是最清幽秘境的选择。他们家的手打荞麦面也极受好评，缺点是必须爬坡或搭接驳车才能抵达，适合喜欢安静、想要远离尘嚣的旅客。
我将这7间旅馆整合在一张表格，大家可以先思考要靠河景或山景，再从选择困难救星那一栏来挑选想要的类型。除了刚刚的介绍，这张有加上提前预定的时间与房价，通常都要提早4到6个月左右订房，但是实际的开放日期有可能更动，还请以官网公布为主。旅馆网址我会放在影片的说明栏。对了，我们住古式奇屋别馆，在2月初旺季2大1小的河阳式客房，房价约新台币1万5左右一晚，供大家参考。至于晚早餐及接驳车基本都有，如有食材更换或接驳需求，务必先透过信件提早通知馆方哦。那要怎么订房呢？我们实际来订一次古式奇屋别馆看看。首先到官网点选右下角的预约，我们从房型一览来看会比较清楚。底下有房型的房间照片以及可供预订的日期。也可按左右箭头看看前后的空房。我们先随意点选一间，进来后可看到房间介绍。上方强调此旅馆房型都没有私人卫浴。下面会再让你确认价格与日期。按下一步后可以看到更多房间照片。再次确认房型与日期。这边需要填入人数。周哥我帮他勾选儿童餐以及副床铺，依需求及年龄费用会有所不同。再按下一步会再次确认方案，注意事项及取消政策。再往下则需要填入会员资料。我当时在抢订时有事先注册会员，填妥基本资料，并提早坐在电脑前倒数，等订房时间一开放，整个流程才会比较顺畅。对了，台湾时间跟日本相差1个小时。若官网写开放时间为9月1号的晚上12点，那在台湾8月31的晚上11点就会开放预约咯。千万别傻傻晚上12点再上去，到时房间就被抢完了，请大家千万要切记。最后全部填写完再进行付款，恭喜你就顺利订到了。接下来要带大家一起开箱古式奇屋别馆。如果不是住宿的旅客，需要将车停在距离老街1.6公里外的大正浪漫馆，再转乘接驳车。如果有住宿，在大正浪漫馆跟工作人员说一声，会让你继续往前开，并停在旅馆各自的停车场。此时距离老街约550公尺。停完车，馆方人员会载我们到老街上，再步行至旅馆。门口 check in 完，可乘坐电梯上楼。要注意，这个电梯关得很快，我们被门撞到2次，请大家留意。我们订的是山景房，因为想说河景房没预测，结果订完才发现我们订到了山景房也没有预测，算是闹了笑话。不过好在公共厕所就在房间正门口，也算方便。房间很大，卧房有2个单人床。后来周哥自己睡在合适的地铺。山景，角落有浴衣可以更换。桌上的野生葡萄羊羹，周哥很喜欢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。是葡萄干，好吃。老街上有许多旅客，每一座桥都是热门的拍照取景点。地上的雪很滑，要小心滑倒。我们还帮忙铲路边的雪。排着人龙的野川豆腐店真的要早一点来，我们大概4点多到，本来打算买3盒，排着，老板突然对我们后面的队伍说卖完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非常幸运的买到最后1盒。外形有点像臭豆腐，但口味是和煦的，搭配茶鱼酱油非常好吃。接近黄昏的蓝色时刻，跟团的旅客通常为了赶回市区，会在晚上5点左右离开。所以当夜幕降临，街道上的煤气灯被一盏盏点亮时，气氛会静谧空灵许多。温暖复古的黄色光辉映照在白雪与古老木造建筑上，
与白天的冷白色系截然不同。这种色温的转变，算是一份只有住在银山一晚的住客才能看见的专属赠礼吧。晚上6点，我们回到旅馆，晚餐是怀石料理，有各式季节菜色与一锅山咸名物御煮。你看，我的汤匙上有美乐，不是美乐蒂。也有帮周哥点了一份儿童餐，桌上会附一张菜单，方便大家了解料理。虾子会动吗？餐点会依序上菜，生鱼片、山形黑毛和牛都相当好吃。还有搭配畅饮的果汁与酒品，餐厅提供这种小木座，能够放3个小酒杯，还很贴心的标上酒名，让你可以一次品尝到3种风味。晚餐过后，回房间换上浴衣，我们准备去银山庄泡汤。新年快乐，马年快乐，耶！户外是-4度的寒夜，可借用旅馆提供的御寒大衣。路程约250公尺，需注意积雪与斜坡。抵达宽敞舒适的银山庄，泡汤区外一样有畅饮的果汁酒品。里面则有露天式的寝汤，非常舒适。泡完约晚上11点，路上已无行人。隔天一大早还可以逛逛老街，此时街上的旅客也不多。我们拿着皮卡丘雪夹到处夹，路过的民众都很喜欢。后来帮大家夹了好几只。3只。还看到店家正在铲屋顶上的积雪，其实非常惊险。不过临近河川非常方便，所有的雪直接往下倾倒即可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银山温泉的住宿盘点以及订房攻略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最后，谢谢你陪高和守光一起旅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节奏，我们下段旅程见喽，拜拜。